明明辛苦一辈子，怎么退休的时候还在省吃俭用？银行里面还有钱，还是会担心活太久钱不够用。股灾一来，投资亏损就完全不敢花钱了。以上3点是多数退休族群他们内心的真实心声。嗨，大家好，我是不学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今天这支影片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容易执行的退休金提领计划。这个计划也是我帮我爸妈安排的退休规划。不论你是想要独立退休不依靠子女，或者是你舍不得你爸妈明明还有一笔钱，但是他却过着非常苦的日子，那这套方法呢都可以帮助到你。你会发现退休金不用靠运气，你也能越老越有钱，越花越安心，到老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富爷爷或者是富奶奶。那这个资料是来自于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上面的家庭部门平均每户资产负债表。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台湾每户的平均净资产在民国112年，也就是西元2023年的时候，平均每户的净资产是来到了1889万台币。那这1889万，其中有639万是属于非金融性资产，也就是一些房地产，还有一些家庭设备。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房地产，他们平均每年的年增率呢是不到 1%。那如果是金融性资产，它的增长率就比较多，像是111年到112年总共增加了 9.85%。那其中这 9.85% 当中呢，增长率最快的2种分别是国外的金融性资产，它增加了 17%， 以及另外一项就是国内的金融性资产当中的有价证券，它增长了 21.8%。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想要快速的让你的资产增值的话，其实呢，你去投资一些有价证券，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国外的，应该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这台湾每户平均1889万的净资产，可以让一整户的家庭退休吗？那一整个家庭呢，是包含你，还有你爸妈，还有你的小孩哦。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呢，你就点头；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呢，你就把你手举高。我看到了，你们都把手给举高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说，才1889万，每年花个50万，不用40年就花光了。而且呢，一户人家怎么可能一年只花50万呢？那这时候呢，你一定听过一句话，那就是没有被动收入你就无法退休。那这段话呢，主要就是因为怕大家会坐吃山空，就是你拿这笔钱，然后你就一直领那里面的钱，但是这笔钱却没有增值，那最终呢，这笔钱就会被你花光了。所以呢，大家才会说呢，我们要有被动收入，就是我们在退休之后呢，我们不用工作，那我们的钱还是可以一直进来。那一提到被动收入，你脑中会想到什么？那第一个你一定想到的是房地产，房地产可以租给别人，然后可以拿到租金。再来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股票。好像是一些股票的股息，或是高殖利率股票的 ETF， 都是大家想要去选择的一个标的。因为大家觉得投资这种高殖利率的股票是非常的简单又无脑，而且还可以爽爽领，完全不用想太多。那讲到这边，是不是有人也在点头了？对，我看到了非常多的人都在点头。但问题来了，这个高殖利率股票它所配发的股息，真的会是一个稳定的退休金来源吗？干嘛呢？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拆解这个非常大的误区。那这张图是我们台湾最著名的高殖利率 ETF 0056，它历年的配息波动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状况？0056它在历年的配息当中，它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的，它甚至在2010年的前后是有中断的。0056的配息不是暴涨就是暴跌，所以如果你的退休金是依靠0056它所配发出来的股息，那我相信你的退休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刺激，就像是每天都在洗三温暖一样。这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的退休生活是这么的波动，你会喜欢吗？所以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最怕的不是退休金不会增长，而是它的不确定性。当你把高殖利率股票 ETF 他们所配发出来的股息当作是你退休金的收入来源的话，那这个收入方式可能就是你在退休的时候呢，最让你不安心的来源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安稳的退休，那你的退休金的模型一定要满足下面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的退休金要能持续增值，而且抗通膨。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东西都在逐渐的变贵，你的退休金绝对不能原地踏步，要不然呢，你现在退休，你今年可以吃得起意大利面，你10年后的话呢，你这一笔钱就只能吃到阳春面哦。那第二个重点就是退休金要稳定发放，而且不能中断。退休金就像是我们退休之后的薪水一样，
该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来，不能说今年行情比较好就给你多一点，明年行情比较差呢就给你中断。我相信你退休的时候呢，你不会想要每天盯着股市来决定你下个月到底要去法国巴黎还是新北巴黎吧。所以呢，我们退休金一定要同时做到2点。第一个就是抗通膨，第二个就是要稳定发放，这样我们退休之后呢，才可以安心睡觉，开心花钱，也不用依靠子女哦。那问题来了，到底要怎么样的资产配置才能做到抗通膨，又能保持它的现金流稳定不中断呢？那这边 K 本会推荐大家不要去找那种要靠运气，要去抓题材，也不是今天大好然后明天中断的这种股票，而是要去找那种长期经济成长的核心指数。美国大盘 ETF，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又讲到美国大盘呢？因为美国大盘有主要3大好处，对那种退休人士，特别是台湾人。第一大好处就是专家背书，历史数据是实测过的。美国大盘指数，也就是俗称的 S&P 500指数，它是追踪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那它会依照这些公司的市值呢来进行替换。那这个指数它在过去1个世纪，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 9.5% 到 10% 之间。以72法则来看，你投资美国大盘的指数，你大概7到8年，你的资产就会翻倍。就连股神巴菲特都表示，他往生之后呢，他的遗产就是要投资标普500指数的基金。那第二点就是全球最多人认可的指数，目前全世界前3大的 ETF 全部都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包含 VOO、SPY 跟 IVV。这不只是巴菲特选的，更是全球资金最信任的 ETF 之一哦。那第三个，对台湾人还多了一层保障。假设你现在开始退休，你觉得20年后的台湾跟20年后的美国，哪一个国家他们经济持续成长的几率会更高？我相信大家一定心里都有一个答案，我们放在心里就好了。而且我们台湾人如果去投资美国的股票的话呢，它还可以分散我们居住在台湾的风险，因为我们台湾有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风险，再去加上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我们人在台湾，家人在台湾，房子、车子还有你的劳保退休金全部都跟台湾有关系。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投资的资产也跟台湾有关系的话，那只要台湾发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你的退休生活就会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人退休的时候呢，去投资美国的股票或者是指数其实有非常不错的好处。那美国大盘我们有实际的进行一个回测，从2004年的1月份到2023年的12月份，我们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每个月投资1万块钱到 SPY 以及 TLT 这2档 ETF 当中。那这个投资组合是 80% 的 SPY 跟 20% 的 TLT。那 SPY 就是美国大盘的 ETF， 那 TLT 就是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那以这个比例去投资20年，最终呢，我们的资产是来到了870万台币哦。那详细如何定期定额的投资，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定期定额去投资标普500指数 ETF。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找2004年的1月到2023年的12月份来进行一个回测呢？主要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就是 9.6%。 那这个区间呢，是非常符合过去历史当中标普500指数的年均报酬率9.5% 到 10% 之间哦。如果我们在2014年的1月份开始投资100万，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这100万就会变成626万。那这中间呢，也经历了至少3次的股灾哦。所以呢，我们取用这个区间，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退休金呢要持续增值，而且抗通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购买力才不会下降。所以过去几年，台湾每年的通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统计资讯网。那这张图呢，有将通膨率呢分为7大类，那平均起来的话呢，每年平均大概就是上涨 2% 左右。那我知道，只要我讲到通膨率，台湾是每年 2%， 又有人要跳脚了他们一定会说，屁啦，我早餐店喝的奶茶都从10块钱涨到了快30块钱了，鸡腿便当也从60块钱涨到了120块钱，麦当劳更是夸张从我大学的时候呢才99块钱，现在我才几岁就已经来到了160块钱，每年的平均通膨率怎么可能只有 2% 呢？那我懂你讲的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从这张图上面你可以发现到，食品类的通膨率它每年几乎都是超过 2%， 它甚至会来到 8% 这么高哦。所以你才会感觉到通膨率怎么跟政府公布的数值差这么多，因为你主要的体感就是食物，但是物价不是只有吃，它还包含衣服、交通、医疗、娱乐等等，这些加起来平均是 2% 所以重点来咯，我们每年的退休金它的增长率
一定要大于通膨率，也就是要大于 2%， 这样子我们的退休金才可以保留它的购买能力。那我的建议就是每年从你的投资账户当中领取一部分的资产出来，那这部分的资产再去加上通货膨胀率，是不能高于你这个投资账户的总体报酬率哦。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假设你的投资账户是去投资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ETF， 那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我们就把它估算成 9.5%， 那这时候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就是 2% 嘛，所以我们就去减掉 2%， 然后再去加上我们可以去提领一笔钱出来，去当做我们的生活费。那要提领多少呢？我这边呢是给大家一个预估，大概是 4% 左右。那最终的话呢，我们的退休账户它依旧有 3.5% 的一个年增率哦。换句话说，你每年领 4% 出来，你的投资账户，你的资产还是会持续的增值。但这边要补充说明的就是，你不一定要使用美国大盘，你也可以使用像是其他的指数 ETF 来当做你的投资账户。但最重要的就是你投资账户的这个指数，它一定要能长期增长。而我相信呢，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指数，它的一个长期增长的一个历史是比美国大盘还要长的哦。但要提醒你，提领率绝对不能随便乱抓。有人会觉得说，只有 4% 好像领太少，他就抓 6% 或者是 7%。你抓这么高的话呢，再去加上通货膨胀率，你就会发现你整体的资产它是贬值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越老越穷，最终的话呢，可能会变成连你自己都嫌弃的下流老人哦。你已经不是我第一名的爸爸。那接下来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就将刚刚定期定额每个月投资1万块钱，最终得到的870万，我们将它改成850万，当做退休的起始资金来进行一个退休规划。那850万呢，我们就分成2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就是组合 A， 它是 100% 的850万全部都是投资美国大盘的 ETF， 就是 SPY。那第二个投资组合就是组合 B， 它一样也是有850万，但是其中的 80% 是投资美国大盘的 ETF SPY， 那剩下来的 20% 则是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TLT。那我们进行一个股债搭配，就是想要让我们整体的投资组合它的波动性可以下降，而且呢，我们会在同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将我们的投资组合再回归成原本的比例。像组合 B， 它是 80% 的美国大盘跟 20% 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所以呢，在我们提领完钱之后呢，我们就要将我们投资组合的比例也回归到8:2哦。那进行好这个配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每年年底就会领 4% 出来当做我们的生活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0年后我们的资产会来到多少。如果是 A 投资组合的话，它20年后呢，它的资产会从850万大幅的上升到2354万，整体资产的成长率是来到了 177%。那如果是 B 组合的话呢，它也来到了2128万，成长率也是高达了 150% 哦。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你不管是 A 投资组合还是 B 投资组合，你每年从中领 4% 出来，你的资产依旧可以成长，而且抗通膨哦。台湾的通膨率如果算是 2% 的话，20年物价也才上涨 50%， 就算是 3% 的通膨率，那物价也只上涨 80%。 你的投资资产成长了这么多，这些通膨对你影响就是非常的小，你的购买力依旧是非常的强劲哦。那我们的资产是持续的增长，那我们每年领到的退休金它是如何呢？那这2个投资组合，他们在第一年年底的时候呢，领到的钱大概都是37万左右，然后到第20年的时候呢， A 投资组合它每年可以领到98万它的一个每年的退休金是成长了 160%。 那 B 投资组合则是成长到了88万，它的成长率则是高达了 135%。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退休金的提领方式，就使得我们的退休金满足了我们刚刚所讲到的2大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持续增值，而且抗通膨，我们不只花得非常的安心，还越花越有钱。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稳定发放，而且不中断。那我们每年都有领到我们该有的退休金，完全都没有跳票过。看到这边，你是不是发现到 4% 的提领率的这种投资策略，是不是比那种高殖利率股票领那种不确定的股息还要让你感觉到踏实呢？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我靠 Kevin， 这个策略实在是太强了吧，这样子我就使用这个策略，我就可以安稳退休啦。那先等等这边我就要讲出我的口头禅了。当一个人他只分享好的一面给你，那这个人 TND 的一定是坏人或者是蠢蛋。
请远离这种人。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策略哦，其实这个策略呢，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虽然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都在使用这个策略，它的确可以做到你的退休金不中断的这个目标，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你每年的退休金还是跟投资市场的波动性非常的相关。那这个表格就是退休金的波动率表，你可以看到有 A 投资组合跟 B 投资组合，他们每年的退休金我都列在旁边。那你可以看到我也把波动性列在旁边。那这个波动性呢，就是今年领的跟前一年相比，我们这个波动性是多少？你可以发现到 A 投资组合它的退休金的波动性，它最差的一年它的每年的退休金是少了 40%， 相对于前一年。那最好的一年它甚至会比前一年还要多增加了 27%。 那 B 投资组合也不遑多让，虽然它是一个股债搭配的投资组合，但是呢它的波动性呢也是高达了 20% 到 30% 哦。所以我们这个 4% 策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体。那虽然它不是一个完全体，但是呢它跟我们台湾的0056来进行相比，它依旧有非常大的优势。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黄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56它的股息波动率，那蓝线的话呢，则是 A 投资组合，那红线的话呢，则是 B 投资组合。你可以发现到，尽管 A、B 投资组合他们每年的退休金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的，可是呢，他们还是比0056还要稳定哦。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将 A、B 投资组合的波动性降低呢？这边一定有人会提出，那很简单的 Kevin， 我们就多增加一些债券，或者是多增加一些现金的比例，这样子我们投资组合的波动性不就这样下来了吗？是啦，没错啦，你将你的股票的比例给减少，的确波动性就会减少了。但是呢，这也代表什么？代表你整体的投资报酬率也会大幅的缩减。所以说到底报酬跟风险它是一个并存。如果你希望你的风险很低，也就是你的整体投资组合它的波动性很低的话，那你的报酬肯定就会比较差。你少赚，再去加上你每年领一笔钱出来，这样你的投资资产可能就不会抗通膨咯。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每年稳定的领这些钱，却不用去牺牲我们整体投资组合的报酬率呢？那当然有，那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重头戏，那就是退休金的金库策略。那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情境的模拟。假设呢，你现在家里的水龙头，它的水管呢是直接接触到了我们的水库。那这个水龙头呢，就像是我们生活费、我们的退休的年金一样。那这个水库是什么？这个水库的话呢，就像是我们的投资账户。那如果我们每年都是从我们投资账户当中领 4% 出来花的话，那只要我们的投资账户大崩盘的话，那我们这 4% 的生活费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中间就要再去加入一个金库账户。那这个金库账户就像是一个水塔。那水塔的功用大家也知道嘛，就是用来储水的。这样就算是水库已经开始限水了，我们还是有水塔的水可以持续的供应。那水库就是我们的投资账户，那水塔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金库账户。那水龙头的话呢，就像是我们每年的退休生活费。那现在我们呢，就来进行一个投资的规划。我们一开始不是说我们有850万嘛？那850万就有750万呢，就是放在我们的投资账户当中。那剩下的100万的话呢，则是放在我们的金库账户当中。那金库账户就大概有3到5年的生活费。那金库的账户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稳定的领钱。那投资账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资产还可以持续的为我们赚钱。那操作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那我们每年就做2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投资账户领 4% 出来，然后呢放到我们金库账户当中。那具体流程如下，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账户呢，它的资产是750万。那金库账户的话呢，它的年初的资产是100万。那到年底的时候呢，投资账户当然会有一些绩效。那以我们刚刚从2004年回撤到2023年，如果是在2024年一整年度的话呢，那的投资绩效呢是可以加80万。所以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投资账户的资产是830万。那金库账户的话呢，则是100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提领明年的生活费。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从830万当中去领 4% 出来，也就是33万。然后呢，将这33万呢放到我们的金库账户当中。那我们金库账户最后的资产就会来到133万。那我们投资账户的话呢，则是剩下797万。那接下来我们就从金库账户当中去领20%
出来，那这个 20% 就是 26.6 万，接下来金库账户就会只剩下 106.4 万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计算第二年，然后一样，我们第二年的话呢，投资账户依旧会有投资的绩效，那这一年是2025年，那它的绩效的话呢是增加了38万，那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账户它的资产就来到了835万，那金库账户的话呢则是 106.4 万。那接下来我们再从我们的投资账户当中去领 4% 出来，也就是33万放到我们的金库账户当中，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金库账户就会来到 139.4 万，那我们投资账户的话呢则是802万。那接下来我们再从我们的金库账户当中再领 20% 出来，去当做我们隔年的生活费，那这个生活费呢就是 27.9 万，那最终呢我们的金库账户就会剩下 111.5 万。所以从这边你可以发现到，我们每一年的生活费就是从金库账户当中去提领的，这样子就算你每年的投资账户它的波动性非常的大，你的生活费也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个退休金的金库策略套用到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看它到底有多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首先最左边的话呢就是年份，那接下来就是 SPY 这档 ETF 在这一个年度它的投资报酬率，然后呢接下来是它的投资的资产，那这个投资资产是指这一年度的年底我们的投资资产是多少。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是750万进行投资嘛，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的750万就成长到了830万。接下来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领 4% 出来吗？那830万呢，我们领 4% 出来就是33万2111块。那接下来我们的投资资产就会剩下多少？好，剩下797万0655块。好，那我们再往旁边看，你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个叫做投资提领波动。好，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年的提领嘛，所以呢我们没有比较，那我们这边就写0。那金库资产呢，我们金库资产一开始是100万嘛，那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还是100万嘛，那这100万我们就写在这一边，但是这100万我们是不是还要注资进来？就是我们刚刚从投资账户领 4% 出来，我们把这 4% 放进来，最终我们的金库就会来到133万2111元。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再从这个金库账户当中去领 20% 出来，那就是26万6422块。那这笔钱就是我们明年，也就是2005年的生活费。然后你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叫做金库提领波动，那这个金库提领波动是 0%， 那也是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提领，所以呢没有比较，那就是 0%。那最终呢，我们的金库的资产就会剩下106万5689，然后我们将我们的金库的资产再去加上我们的投资的资产，两个加起来就是903万6344。好，那这个表格就是这样进行运作的。那我们再模拟一次，我们看第二年，那第二年就是2005年，然后那一年度的投资报酬率是 4.8%， 那我们的投资资产就从原本的前一年的剩余的资产是797万，好，成长到了835万，然后呢我们也是一样从835万当中去领 4% 出来，就是领33万4000块出来，最终呢我们领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投资资产就剩下802万，然后我们提领波动率是多少？是 0.6%。我们前一年是领33万2000嘛，那这一年的话呢则是领33万4000，那波动率就是 0.6%。那金库的资产是106万5689嘛，然后注资之后呢就会来到139万9904，然后我们再从这当中呢去领 20% 出来，就是领27万9981，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金库的一个提领波动率呢就是 5.1%， 金库的资产就会剩下110万9923，然后最终我们的资产是来到了914万1074块。好，那我们介绍完这个表格是怎么样进行运作，那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表格当中有两个框框，第一个框框就是投资提领率它的一个波动性，你有没有发现到投资提领率它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的，它最差的时候呢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退休金直接少了将近 40%， 在2022年股债双杀的时候呢，它也下跌了 21%， 这是直接从投资账户领出来的钱，你有没有发现到它的波动性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但是我们的生活费是从金库当中进行提领的，蓝色这个框框就是从金库当中领出来的生活费，它的一个波动率，它的波动率呢就小了非常的多，它每年的变化平稳，几乎没有大起大落，整整过去20年当中只有2年出现微幅的下跌，而且呢它的跌幅甚至没有超过 6% 哦。那我相信这种波动性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那另外一个组合就是股债搭配嘛， SPY 再去加上 TLT， 你可以看到它的提领波动性呢则是更加的稳定，它只有1年在2008年的时候呢
减少了 2% 左右。大家要知道2008年那一年美国大盘可是下跌了将近 50% 哦，但是呢我们使用这个投资策略，我们的生活费竟然只微幅下跌了 2% 左右哦，而且其他时段我们每年领到的退休金依旧有持续的成长。从这个表格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到，我们的退休金不止比较稳定，而且持续成长之外，最终我们的总体资产也来到了2000多万哦。我们不但每年可以爽爽的领这些退休金，就算股灾来了，它也只下跌了一点点，不到 3%。然后呢，我们的退休的整体的资产，在20年之后，我们过了这么爽的日子之后，它还是翻倍了。这不就是活得越久越老越值钱吗？成为了一个富爷爷富奶奶。好了，这边我再补充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就是 100% SPY 的组合。如果你是直接从你的投资账户领 4% 出来，那你的波动率就是绿线的部分。但是如果你是使用金库策略的话呢，那你的提领波动性呢就是黄线。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们的波动性真的是相差非常的大？好，那如果你认同我刚刚所介绍的退休金库策略的话，你想要投资标普500指数的 ETF 来打造你的退休金，那其实呢你可以不需要去选择美国的 SPY，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介绍到的这一档 ETF。 那我自己更倾向买的是爱尔兰注册，然后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 ETF CSPX。 那 CSPX 它一样是追踪标普500指数，只不过呢它可以去节省美国 30% 的股息预扣税，因为爱尔兰跟美国之间是有税务协定的，再去加上呢它还可以免征美国的遗产税，对我们这些非美投资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友善。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我们更节税，当然就可以留下更多给子孙。那标普500指数到底要怎么样买才更省税呢？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一档 CSPX， 因为它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所上市的，所以呢你要有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权限，你才可以购买这档 ETF。 那一般券商是没有这个权限的。那我自己呢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购买的。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是一家成立于1978年的美国券商，它目前呢有在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那盈透证券它现在的市值是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富邦金、国泰金跟中信金3家金控股市值加起来还要大哦。而且呢它可以投资全球超过160个市场的商品，当然也是包含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设定定期定额投资，也可以设定定期提领，这样自动化的操作呢，刚好可以去执行我们的金库策略哦。好，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去进行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的话，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教学。但是呢，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的话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交流区，去看一下我们这些用户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心得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盈透证券的疑问，也可以在那边发问，我会在那边回复大家的问题哦。好，那最后我们来进行 Q&A。 为什么金库策略的退休金可以稳定发放，不受股市的影响？ A. 因为提领规则固定，再去加上有金库进行缓冲。 B. 因为生活费可以跟子孙要。C 以上皆是。那第二题，金库策略它只可以用在美股吗？ A 不一定，只要你能确定市场可以长期上涨就可以使用。 B 是只有美股可以使用。好了，以上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浏览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直接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那我也强烈建议你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正在进行退休规划的朋友，最好是你的父母都要看过这期影片，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以后退休就不会再给你拿钱。好，那我是不随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还要盯着股市看。你决定周末是否要去旅游？决定周末要去，我相信你一定不想哦。你周末决定要去法国，靠，我想你不会想要每天盯着股市。